前段时间我们在机玩家几十个玩家群里做了2023年度玩家最喜欢的积木套装的投票，也就是包括乐高和国产积木一起的一个玩家投票统计。那么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结果，也是和去年一样。不过今年的投票玩家总人数达到了1467人，一共收到了19272票。所以本期视频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砖块类和科技组的各前15名套装，一共30款。需要注意的是，投票都是针对我们2023年发过评测的套装，所以肯定会有一些同样比较优秀的套装不在投票名单里，也有一些套装并不是2023年发布的，所以呢，就这个情况给大家讲一下。另外，如果是参与了投票的玩家，看到自己投过的套装，也可以把我投了打在弹幕里哦。好啦，那下面先看砖块类。第15名 Kplay 周同学磁带机，也就是奇妙积木，在拿到周杰伦官方二次元形象后出的第2款套装，以磁带机形态为载体，还原了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这张专辑中的4大 MV 名场面。除了场景还原，也有手摇曲柄等简单的旋转联动。第14名乐高75367星球大战共和国攻击巡洋舰，光彩盒就达到了 9.9 公斤，成品长109厘米的绝对的镇宅级套装，对于星战收藏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不容错过的。第13名乐高10283发现号航天飞机，乐高2022年发布的套装，虽然热度已经过了，但一方面应该是因为 IP， 另一方面应该也是因为比如非常精彩的起落架收放等联动功能，即便是放在2023年也依然非常有竞争力。第12名拼奇85007蒸汽朋克火车站，一款在精致外观设计的基础上，同样也做了比较多的功能联动的一款套装，成品的最大宽度是56厘米，虽然排名第12，但在国产砖块类里面其实是排到了第4。第11名 Kplay 20422大熊的家，同样也是正版授权的套装，相对于漫画原型大概是1:37的比例，同时设计师对各个房间细节的还原也是非常到位的，彩蛋也比较多。第10名还是 Kplay 网易云音乐联名的黑胶唱片机，在国产砖块类里面排名第2。这款套装最精彩的地方在于真的可以播放音乐的积木唱片设计，而这种全新的玩法在积木套装中应用也是属于行业内的首创。第9名咔哒71006保险箱的秘密，是的，这款之后的前8名就全是乐高了，国产砖块类全面阵亡。这款保险箱的秘密之所以能够排到国产砖块类的第1名，和去年同样是来自 JK Brickworks 的3球1类似，设计师只使用了很少的几个零件，就非常精妙地还原了保险箱密码锁的工作原理，加上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排到国产第1也是没有太大意外的。第8名乐高10316指环王幽谷，虽然也有不少玩家觉得它的规模仍然不够大，但72厘米的成品宽度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其实也差不多足够了。除了庞大的规模，在很多细节设计、彩蛋设计方面，这款套装也有不错的表现。第7名乐高76417古灵阁巫师银行，和指环王幽谷类似，这类题材都比较依赖 IP 本身的热度，以及乐高在这种题材方面通常都不太会让玩家失望，而且相对于幽谷来说，这款套装的可玩性会稍微强一点，所以排在幽谷前面基本上也是没有什么意外。第6名乐高71411马里奥酷霸王，乐高2022年发布的套装，不过我们是在23年初才做的评测。这款套装属于非常典型的具有精彩联动结构的砖块类作品，或者说除了展摆以外，可玩性非常强，加上马里奥题材所包含的情怀附加分，排到第6名呢，其实我们感觉还是稍微靠后了点。第5名乐高76269复仇者大厦，高度达到90厘米的镇宅级套装，除了还原电影中的多处细节场景和小彩蛋以外，人仔数量更是达到了31个。第4名乐高71395马里奥问号盒子，乐高2021年的作品，不过我们是23年才发的评测，主要是因为非常精彩的联动，加上马里奥 IP 的情怀附加分，时隔2年依然能够在23年排到第4名，也足以证明这款作品的优秀程度。第3名乐高10317路虎卫士，一款设计了悬架结构的砖块类越野车，虽然上市没有太久，但是也已经有了比如我们评测过的悍马越野车这样的优秀的套内 mock 作品。第2名乐高76210反浩克套内 mock， 之前介绍过很多次了，排名第2是没有任何意外的，这里就不详细说了。第1名乐高10323吃豆人街机，同样也是在很多期视频中都盘点过了，也不再讲了。和砖块类的前8名全是乐高不同的是，在科技组这个领域，排名靠前的国产积木占比就非常高了。第15名咔哒59021铃木妖刀，虽然厂家标的模型比例是1:6，但35厘米的成品车长，相对于比如乐高42130宝马摩托的1:5的比例，还是有不小差距的。除了摩托本体，厂家还为这款摩托设计了维修地台，整体上是一款表现比较中规中矩的套装。
第14名，雨星魔王13182帕加尼花雅，一款功能多到离谱的1:8超旗舰级跑车，零件数达到了4800多片，包括变速箱、悬架升降这些核心功能都有加入。全车外观件也是大面积采用了碳纤维花纹印刷工艺。不过在亮点之外，这款套装的槽点也是非常的明显，评测中也都有提到。第13名，卡达63004兰博基尼 LP700。一款产品化成熟度非常高的1:10超跑，和之前的悍马、暗夜骑士、F1赛车一样，也是来自卡达自己团队的设计作品。1:10跑车该有的功能都有，也是非常适合新手入坑的一款套装。第12名，雨星魔王13163布加迪黑夜之声，在产品定位方面和花雅比较类似，也是追求功能丰富的一款作品。不过黑夜之声是动态版，这款作品在亮点和槽点方面和花雅也是一样的，之前发的评测也是比较全面的了。第11名，乐高42156标致勒芒赛车，虽然只排到了第11，但却是我们自己比较喜欢的一款套装，也是因为之前提到过多次的，设计师利用有限的零件对拉杆悬架的原理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还原。第10名，乐高42154福特 GT， 一款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的精致小跑车，虽然比例是1:12，但却延续了此前1:10跑车的功能定位，因为之前盘点过啦，这里也不再讲了。第9名，卡达64003阿波罗 IE 静态版，虽然是属于 Master 系列，但准确的说，这其实是一款来自卡达自己团队的设计作品。这是因为卡达基本上是在保留原有动态版阿波罗 IE 的外观基础上，对整个内部结构进行了彻底的重构，部分外观面的搭建方式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修改。之前动态版上存在的一些不太牢固的砖块零件也都进行了重新的设计。这款作品属于目前国内不太多的产品化程度非常高的1:8超旗舰级跑车，只可惜阿波罗 IE 这个题材在2023年被各个国产厂家挖得有点过于充分了，否则这款套装的热度应该会翻好几倍。第8名，乐高42161兰博基尼，之前盘点乐高的时候说了，排到第5名有点意外，不过可玩性确实非常高，丰富的套内 Mock 也是这类套装的最大亮点。第7名，乐高42056保时捷911 GT3RS，乐高2016年的套装，不过我们2023年才发评测，因为太老，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加到之前的盘点里面。作为年代久远的套装，能够排到第7，不但不会让人感到意外，甚至可能很多玩家都会觉得排名太低啦。第6名，乐高42083布加迪奇龙，乐高2018年的套装，同样也是在23年才发的评测，排到第6，同样也不意外，甚至也是感觉排名太低了。第5名，卡达64005阿尔法罗密欧 C42。非常高的外观还原度，加上周冠宇同款座驾题材，以及还有正版授权1:8大比例、66厘米大尺寸、全新开模的轮胎轮毂、印刷件、光头胎等等这些因素叠加，注定了这是一款人气绝对不会低的套装。但能够排到第5名，起决定性因素的应该还是因为设计师完整的还原了 F1 赛车的文丘里底板设计，使它成为了一款既有外观又有授权还有内涵的不多见的国产科技组经典套装。要说缺点的话，作为卡达自己团队设计的作品，悬架部分的拼搭难度稍微大了一点，可能是可以挑出来的一个小毛病，但整体产品化成熟度还是非常高的，包括整体玩家口碑也都不错，相信这款套装的热销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第4名，乐高42146利博海尔起重机，之前乐高盘点那期也是给大家讲过了，这款套装排到了整个乐高的第1名，其实是有一点让人意外的。详细的就不再讲啦。总之，再往前3款全部都是国产，而且从票数来看，差距还不小，一定程度上也是说明整个2023年乐高确实没有推出什么非常有竞争力的科技组套装。第3名，雨星魔王17007利博海尔 LTM 11200，全身臂高160厘米，成品总长121厘米的超镇宅级套装，也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起重机量产积木套装，同时还是我们过往几百期视频以来的第1期全网播放近1000万的单品评测视频的主角。3套主控共20个通道以及20枚电机，基本实现了对原型车的全功能还原，对应的也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可玩性。根据我们的测试，所有的功能联动基本都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款套装对玩家的拼搭调试要求是比较高的，相对比较适合老玩家挑战。如果是新手玩家想要入手的话，一定要慎重考虑。第2名，卡达61505法拉利拉法。在我们2023年初发布的评测中，我们提到这应该是一款提前锁定2023最牛积木套装的作品。同时，继法拉利488之后，在各个玩家群里几乎人手一台的现象大概率会再次出现。那么1年时间过去，目前的总排名以及这款套装在超跑投票排行榜中的排名，基本上也符合了我们当时的预期。丰富的功能联动，以及尤其是转向时悬架侧倾这种底层功能的首次出现，
还有模型级的外观还原是成就这辆拉法的几个关键因素。不过拼搭难度较高，尤其是大模块合体时比较困难，也让这款作品受到了一部分玩家的批评。详细的在后面的超跑大横屏中，我们还会将它和其他的一些同比例超跑进行对比。第一名，卡达61503奔驰 AMG ONE。国产科技组的第一款3授权套装，和2022年投票排行榜第1名的法拉利488一样，都是来自 Bruno 的经典设计作品。作为一名设计师，作品能够连续2年霸榜，确实是让后来者难以超越。这款 AMG ONE 并不是一款追求功能数量的设计作品，同时作者也是大胆舍弃了1:8超跑常见的变速箱和换挡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弹射起步设计，在未来也必然会被其他的设计师和冒科爱好者学习借鉴。当然，对于这款套装最被广大玩家诟病的还是它的价格，就这个问题就留给大家去讨论了。好啦，那么以上就是本年度投票排行榜的全部情况。最近我们还会给大家带来已经搁了好像是1年多的超跑大横屏，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哦。咱们下期见，拜拜。感兴趣的玩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咱们就是说下期见吧。就这样吧，咱们下期见，拜拜。